大家好，欢迎回到任我行天下。今天咱们去一个被严重低估的欧洲宝藏国家——斯洛文尼亚。这里有媲美瑞士的阿尔卑斯山的湖光山色，有魔界级别的苍翠山谷，还有亚得里亚海边的海滨古城。总之，一个小国家能玩出欧洲走遍的感觉。先简单定位一下，斯洛文尼亚在中欧和巴尔干的交界，被奥地利、意大利、匈牙利和克罗地亚包围着。别和中欧的那个斯洛伐克搞混了。整个国家从首都开车到任何一个主要景点，基本都不会超过2个小时，很适合喜欢自驾自由行又不想太折腾的同学们。斯洛文尼亚这个国家在欧洲历史上一直都是个配角。最早在古罗马时期，这一带是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。斯洛文尼亚的首都卢布尔雅纳，当年叫艾摩纳，就是一个标准的罗马城市。所以现在在斯洛文尼亚还能看到不少古罗马遗迹。后来罗马不行了，6世纪左右，斯拉夫人的意志来了，就是今天斯洛文尼亚人的祖先。和南边的兄弟克罗地亚差不多，从中世纪一直到近代1000多年，斯洛文尼亚都是被周围的老大们罩着的。最关键的一段是从14世纪开始被哈布斯堡王朝和后来的奥匈帝国统治的。再后来，一战结束，奥匈帝国崩了，斯洛文尼亚和其他几个散装巴尔干小国一起拼了个南斯拉夫。一直到1991年，南斯拉夫也崩了，斯洛文尼亚全民公投宣布独立。和南斯拉夫其他地区相比，斯洛文尼亚一直是最有钱的，也是和西欧老大们关系最紧的，感觉基本就是奥地利和瑞士的高仿。要说斯洛文尼亚最热门的景点，肯定就是国家名片布莱德湖了。如果您只看过一张斯洛文尼亚的照片，那大概率就是这里。一个阿尔卑斯山脚下的冰川湖，湖中央有一座小岛，岛上是一座白墙红顶的小教堂。湖边悬崖上还有一座中世纪城堡，搭配起来就是个专门为打卡群众准备的模板。站在湖边随手一拍，真的就是明信片。布莱德湖不大，一圈走下来大约6公里，非常适合慢慢逛一圈。如果时间允许，一定要登上布莱德城堡，斯洛文尼亚最古老的城堡之一，1000年出头的历史了。从高处俯瞰整个湖面，是整个布莱德湖最经典的视角。布莱德湖的风景四季皆宜，夏天湖水蓝绿清澈，秋天岸边的一片金黄色，冬天仙境一样清冷的湖面，不愧是阿尔卑斯山最童话的湖。湖中间的布莱德岛是斯洛文尼亚唯一的一个天然湖中岛。上岛只能坐传统的手摇木船，叫 Platna， 船夫站着划，几百年的历史了。岛上的教堂叫圣母升天教堂，有一个幸福传统，新郎要把新娘背上99级台阶，据说这样婚姻会幸福。布莱德湖边西南角走一条半小时的步道，可以爬到一个观景点，看到的就是那张最经典的上帝视角的景色。不爬这个观景点，就等于没真正看过布莱德湖。其实斯洛文尼亚还有一个挺有名的湖，比布莱德湖一点不差，而且更原始、更宁静，就是伯希尼湖。伯希尼湖在斯洛文尼亚唯一的国家公园特里格拉夫国家公园里，背靠着朱利安阿尔卑斯的主峰群，比布莱德湖大得多，是斯洛文尼亚最大的天然湖。和童话感的布莱德湖比起来，伯希尼湖里面没有什么网红的小岛和教堂，湖边也没有中世纪城堡，但是更纯粹、更自然，是个真正的阿尔卑斯冰川湖。如果您不喜欢过度商业化的地方，那来这里会更舒服。湖里夏天可以游泳、划船，或者就在湖边走走，湖水非常清澈，很治愈。冬天这里人很少，湖水也会结冰，清冷的感觉。伯希尼湖南边有个 Vogel 山缆车，坐缆车可以直接上去，从上面俯瞰伯希尼湖，全景视角。天气好时能看到特里格拉夫峰群。峰群的最高峰就是特里格拉夫峰，斯洛文尼亚的最高峰海拔2864米。虽然比瑞士的阿尔卑斯山峰们矮不少，但是对当地人来说，这是民族象征。
不过特里格拉夫峰没有缆车上去，一般游客上去不容易的，就远观一下就好了。特里格拉夫国家公园里，除了博西尼湖以外，还有个25公里长的索查步道，也是个很红的景点。这条步道基本就是顺着索查河谷走，不是特别难。索查河从特里格拉夫峰发源，一路向南，最后在意大利汇入亚得里亚海。索查河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颜色，实在太美太不真实了。索查河人称翡翠河，就是因为极为清澈的朱利安阿尔卑斯山的冰川融水，加上河水里细小的石灰岩的冰川粉末，太阳一照就是梦幻的绿宝石的颜色，妥妥的斯洛文尼亚山水颜值的代表。特里格拉夫国家公园西边的小镇博维茨是很多人来这里玩的据点，各种山景酒店和民宿都不错。索查河欢快地流过小镇，镇子西边有几个瀑布，特别是博卡瀑布，非常有视觉冲击力。索查河谷当年是一战时候意大利和奥匈帝国的主要前线战场。附近的科巴里德小镇上有个不错的一战战争博物馆，还有些战壕遗址和一个战地纪念碑。这个纪念碑建得挺有特点，3层的八角形建筑，最上面还有个小教堂。纪念碑立在斯洛文尼亚，却纪念的是意大利的殉难士兵，算是历史给大家准备的一个小插曲吧。科巴里德小镇上还有个横跨索查河的拿破仑桥，附近还有个圣灵纪念教堂，都很值得看看。绝美的自然风景和残酷的历史反差感很强，喜欢历史的同学可以去看看背后的故事。好了，斯洛文尼亚好玩的太多，今天先讲到这里，下期咱们接着说洛加尔山谷、维利卡普拉尼纳高地、喀斯特溶洞、海滨小城皮兰和首都卢布尔雅纳。多谢大家观看，喜欢的话请点赞、订阅、评论和转发。